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还在山西。本来呢，我是打算去南方站一站，结果啊，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要不是下雨，要不就有点热，我就继续在北方待一段时间。今天我们来看一座寺庙，里面呢保存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。我们之前看很多影视剧或者武侠剧，里面会说天下武功出少林，少林寺呢有72绝技，还有一个易筋经。影视剧中或者传说中的易筋经，在现实当中真的有啊。这座寺庙呢，就保存了完整的少林易筋经，真的是想不到啊！之前呢，少林寺的方丈也来过这个地方，并且呢题了词。这里呢，不光是有易筋经，还有国内罕见的建筑，特别是有一座佛塔呀，被称之为是中国古塔建筑中最早的佛塔。寺庙就在前方一点，也是在一个山坡上。大山里面，一般很多古老的寺庙或者大的寺庙都远离尘嚣，在山里面。这主要是跟佛教刚传进来说的修身养性有关，远离闹市区嘛。我们说的山门就是由此由来。在前方我们看到有一座高高的塔，也是有50多米。这座寺庙呢，历史是非常悠久，始建于北魏时期，到现在差不多1500年。在当时还被称之为中条第一禅林，因为是在中条山下面嘛。在早期的时候，各个地方的佛教信徒都前来参拜，而在后面的历史长河中是屡次被毁又重建。我们走了很多地方，特别是一些有名的寺庙，好多都是始建于北魏、北齐那个时间段，就证明在那时候佛教是非常兴盛的，它从上而下都比较尊崇佛教。你像北魏时期，还有隋唐，他们皇家都是尊崇佛教，那自然而然就比较兴盛了。正常来讲，以前是从这里上去的，还有台阶，后面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们还能看到2只狮子，现在这从旁边绕上去了。寺庙是叫做万姑寺，在永济，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不收门票的。在山西很多山里面，很多村落都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旁边呢是中条山，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座山呢。现在我们就走上去了，等于是从旁边弄了一条道路上去，这个在很多寺庙里面是比较少见的。现在算是来到寺庙里面了，万姑寺欢迎您，从这边上去，等于大门现在放到这边来了。在这一块啊，还有一个比较巨大的影壁，当然是新修的。我们之前在山西大院都看到影壁，也称之为照壁，在古代呢也称之为萧墙，因而呢有获取萧墙之说。为什么有影壁呢？因为以前人们认为自己的住宅中啊不断有鬼来往，如果有这个照壁影壁的话，鬼看到自己的影子就会吓走。当然这个影壁呢也有其他功能上的作用，那就是遮挡外人的视线。你比方说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就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了，这就是它的一个简单的作用。影壁一般是由3部分组成，须弥座中间的墙壁还有屋顶，中间呢我们也叫做影壁心，它是有很多雕刻的。我们在山西很多大院都看到有精美的砖雕，一般上面呢是牡丹花、松竹梅等等。那有一些家里不一样的会放狮子、麒麟这一些。这边有个导览图，这寺庙呢被称之为中条第一禅林，在中条山下面。我在这一块影壁，一开始我们说的这边有个山门，现在可能不用了。这里面建筑还是比较多的，最关键的那个建筑呢是多宝佛塔和无量殿，这2个呢是非常有名，都是国内罕见的，而这个呢是最古老的。等一下我们详细再说。我们就把这里面转一转，然后再找一下易筋经的在哪里。前方看到的建筑是天王殿，以前呢也是3门，面过山间，坐北向南，里面供奉的是4大天王。这2只狮子肯定是新的。这边有2块碑，一南一北都有，清代的，上面刻了一些字，但是看不太清楚。很多寺庙也是把天王殿和3门合二为一。中条第一禅林万姑寺历史非常悠久啊，
这边有2个塑像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四大天王，后面看了一下资料，又说是哼哈二将。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是哼哈二将还是四大天王里面的？看他手上拿的兵器，又觉得像是四大天王里面的人物。这塑像看起来是有一定年代感，明清的应该就不是，感觉可能有几十年吧。在大门这里有一对抱骨石，非常精美啊，而且非常高大。这应该是麒麟，上面是狮子。这么大的抱骨石是很少见的，在古代并不是任何地方都能放抱骨石的。下面应该也是狮子，有好几层啊，很少见的，这明显的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这个门柱这里也有，都是麒麟。这寺庙里面非常安静啊。这是鼓楼，旁边是钟楼，左钟右鼓，晨钟暮鼓嘛。来到山西的大院也好，寺庙也好，普遍的发现是这种砖结构的，而在南方就有点不一样了。这里呢，既是一个通道，也是一栋建筑。鼓楼和钟楼在中国古代主要是用于抱石的建筑。唐代时，寺庙内设有钟和鼓；元明时期呢，发展为钟楼和鼓楼。鼓楼和钟楼应该是可以上去的。这一座钟非常巨大呀。上面有很多字，这上面的字有代表性：中条第一禅林，全境第一明刹。这应该说的是这座寺庙刚开始的时候，只是后面被损毁了，就没有其他寺庙那么知名了。我刚才找了一下年份在哪里，没有。撞钟一般是山下吧。余音绕梁啊。在钟楼和鼓楼之间是观音殿，也称前殿。面阔五间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上个世纪末重新复建的观音殿，里面供奉的肯定是观音了。不过这里还不止，中间是观音菩萨，旁边呢是另外2个，这是普贤，骑着大象。最后一位呢是文殊，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。文殊骑着狮子，青狮。在山西的寺庙里面，大一点的或者比较古老的寺庙，文殊一般都是有的。我们之前看过一个青脸文殊，红脸文殊啊，在那个洪湖寺。后面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弥勒佛，大肚佛，大肚能容天下事。这种佛像很多都是中空的。以前有一些寺庙为了保护经书，都会把这些经书很多重要的东西放到那个佛的肚子里面。已经发现很多处都是这样的。观音殿出来之后，又可以看到一座庞大的建筑，不过呢，算是残垣断壁，有点损毁了，没有屋顶。它以前呢是寺庙里面的大雄宝殿，也是寺庙里面最高大的佛殿建筑，全部是砖结构啊。明朝建立的，后面在清朝的时候毁于战火，只剩下残垣断壁了。在这里，这个大门有点特色啊，感觉像是哥特式建筑一样。在这边还有一块碑，重修万故事记，明朝嘉靖28年重新修的。这一座大雄宝殿如果保存的完整，那真的是不得了啊，就是有点可惜了。当然，看这里面也是经过修缮的，两边有一些壁龛形式的，在以前可能放的是佛像。大雄宝殿过来，这边呢也有一个巨大的雕塑，
这是地藏菩萨。地藏菩萨一般就是2个形象，一个是这种，另外呢是戴帽子，和唐僧那种一样的。在这个寺庙里面，4大菩萨我们都看到了。刚才3大菩萨都是在观音殿，地藏菩萨呢是在这里。有一些寺庙呢还有专门的地藏殿，并且呢很多地藏殿里面呢是有那个阎罗王的。我们今天主要看的其中一项，那个塔是在后面，继续朝着前面进发。这边还有一些台阶，64级台阶也称之为64观。在台阶的尽头有一个今天我们需要看的东西，等下到了再说。这台阶呢既是通道，也是排水的，中间也有一些殿宇。过来了，这是我们刚才看的大雄宝殿，在对面呢是叫做药师殿，它是以前挖的一个山洞，历史是非常悠久啊，据说就是北魏时期挖出来的，1500来年的历史了。在药师洞对面也有一个院落，这边写的是大睡仙，进去看一下。看这里面的雕塑应该是道教的，在后面呢还有一个睡着的雕塑，主人呢是叫做陈抟，他是北宋隐士，自学识渊博，经常研究易学。他与这座寺庙的佛家私交甚密，死后遗骨呢便在此处。96年后人将遗骨塑于仿墨石中，雕睡像于此纪念，人称大睡仙。那这个陈抟，我记得之前在一座地主大院里面看到他的砖雕和赵匡胤对弈，也就是下棋，这个也算是一位神仙级别的人物了。我们沿着台阶继续往前走，在这边看到一个禅字，我看了一下其他人来这里拍过视频的显示，这是释永信题的，也就是以前的少林寺方丈，上一任少林寺方丈，以前应该是有标记吧。继续往前走，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2处核心大殿，还有它后面的建筑。现在我们看到这座塔非常具有代表性，它是中国楼塔建筑中最早的佛塔之一，因为它建于公元522年，比西安的大雁塔还早130年。为什么会有多宝这个名字呢？主要是当时建塔的时候，曾经把玉佛、宝瓶、舍利子、金版佛经4件珍品分别放在塔顶，用来镇塔，并且呢，在以前这个塔的上面长了一棵柏树和一棵石榴树，石榴呢每年会结果。这个塔是8面形，总共是有13层，50多米，1到9层是空心的，以前是可以登塔远眺，10到13层是实心的，现在可能是为了保护就不能上去了。按照资料记载，在公元1556年，蒲州也就是永济这一块发生了8级大地震，民间房屋以及室内电乐基本上都毁了，唯有这个佛塔独存，仅塔身有所倾斜。后面呢，在万历时期对这个塔进行了一些修复。在这个塔的后面是无梁殿，也就是说没有大梁的。这边有介绍，是一座青砖无梁建筑，又称无梁殿，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，为国内现存的罕见珍品，就没有大梁，直接变成了一栋建筑，非常少见了。我刚才看了一下大门的介绍，好像这种无梁殿现在国内就4座，这一座呢还是比较大的，刚好是在佛塔的后面，分为上下2层，下面这一层算是窑洞式的结构布局。这下面这一块是千手观音，这是旁边的另外一处地方，这应该是地藏菩萨吧。你看那个帽子就跟我们说的唐僧那种是一样的。
这一座大殿比较核心的，或者比较有代表的是在2楼，因为毕竟1楼的话，不管有没有梁都能建造完成嘛，像窑洞那样建就可以了。而上面的话就相对来说特殊一点，上去看看，这就是2层，是下面窑洞的顶部。进里面看一下，里面算起来也是3个洞穴，哇，超级精美啊！下面可能没感觉，我们抬头看一下，这就是砖结构的藻井，很少见吧？我们在山西很多古建筑看到那木头藻井，这种砖的很少见，这也算是仿木结构的。还有斗拱的形状，这全部是按照斗拱样式一层一层上去的，完全没有大梁。这古代的工匠真的是厉害呀！这种穹窿藻井式的造型，不但呢是透气透光，还有一个作用是香客来到这里进香时，那个烟呢就顺着上面那个天井口飘出去了。这样就能够保持殿内清净，设计和建造是非常巧妙。一开始我说这个里面有那个易筋经，找了半天没有，刚才问了一下人，原来是在外面找到了，离大门很近的《少林秘籍》《万故事》主持易经洗髓论功少林真本，就是说这是真实存在的，只是说现在把它放到这一块。这边是文字，然后这是实操的图，经常影视剧中看到的易筋经，在这里终于见识到了。而且影视剧的易筋经我们只是听过名字，那实际上是怎么样的还真没有见过，而在这里就全部看到了。这全部都有介绍，这都是少林寺的和尚形象啊。整个这个墙壁都是这个易筋经的展示。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懂啊？影视剧中演绎的，在现实当中真的存在，这又是一部分。等于易筋经是有好几种的，主要可能就是修炼内功的。前面刚才看到的可能是打基础的，后面呢就是进一步提升。不知道按照这里的练，会不会练出内功啊？我感觉应该是强身健体吧，看这些动作。应该是第6式、第7式，这边算是已经开始修炼起来了。刚才是基础，将两手分开，虎口对两耳。对学武感兴趣的，真的可以仔细看一看这些。这边又是另外一部分了，在这边感觉就有点不一样了，是坐下来修炼了。刚才是有动作，特别有意思。我对这些不是太懂，就简单的看一下，反正我感觉挺好玩的。这个易筋经很有可能是少林72绝技的基础吧，在少林寺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学习易筋经的，很有可能是核心弟子才能学习到。整个寺庙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，今天真的算是长见识了，看到了传说当中影视剧中存在的少林易筋经。如果学武的人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参考一下，不知道有没有用啊？因为我对这些不懂，那对专业的人士可能就会明白了。反正我们就姑且相信这些就是传说中的少林易筋经。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